今天这堂课程很荣幸请到楚瑜老师来跟各位分享。那老师稍微讲一下今天要做什么样的目的，好不好？那因为这个单元最主要就是未来想象跟文学做结合啊，因为刚好楚瑜老师是国文老师，所以把国文的专业知识跟美术的做相关。那他会介绍一些文学图像的东西，材质跟美术要进行整合。那我们主题是多重视角，运用在各位的科是制图科，所以你的课来看待这两个的组合会激发什么样的想法？那我就不太多说，所以把时间留给楚瑜老师，所以请各位掌声欢迎一下，好不好？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跟以往的国文课跟美术课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那因为以后的文字是我们没办法去预测的，可能我们现在学的跟以后可能它会简化啦，或是会变成图形这样子。那所以希望就是大家能够透过文字来看图形跟文字结合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火花这样子。那我先从基本上的一个字形的概念来跟大家介绍。我们先看比较简单的，就是大家知道最早的时候就是文字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要记事情都是用图形来记字，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最早的图像是这样，就是有点概念式的，就是他可能把他看到的物体或是他的事物呢做一个基本的符号而已。那后来大家知道是谁创造了文字？谁是造字的？仓颉，对不对？那仓颉他很聪明，就是他那时候觉得说这些图形记字其实并不是那么确实，而且有些人看不懂图形，所以他就照着那个形体来造字。所以我们就说，其实仓颉他造字其实是有原因的，像鱼还有这个火，我举两个例子就是你看那个鱼，它就先照那个鱼的形状来找，所以他说有鱼头，还有身体，还有鱼尾。那火呢是用火焰跟火花结合的。还有这个手腕跟鸟，那这个基本上象形字大家都知道，就是国文课有教过的，就是照着形体来描绘它的字。好，那给你猜，你觉得它这个图形在讲什么字？它是一个字。所有的图形都代表一个字。像不是。那怎么这样？文字不是，它就这一个字。书也不是，虫不是，它是一个动物。你看它像什么？猫、猪、狗、羊、狗。有人讲对，是老虎。那它这是甲骨文上它发现的那个虎的符号。对，那它有把那个甲骨文、金文所有的图形代表虎都放上去，所以是老虎。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其实同样一个符号有超多的画出来的那种图形，所以其实有些人就看不懂，所以后来就越来越统一。好，那外国人喜欢学中国字，请你猜这两个是什么字？因为他们说中国字笔画比较多，所以他们用图形来代表。所以你看左边这个是什么字？僵尸。僵尸很简单的一个字。北对，北边的北。那右边呢？下不是。它着重有一个特征，舌不是牙齿，对，牙齿的齿，所以他给外国人记字的时候，他就用图形给他看，所以北边是相对的人，然后那个牙齿是用那个牙齿中间那个特别出现的排列的样子，所以齿这个字也有排列的样子。好，那问你喽，大家知道说用物的形体来看文字，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右边这边的形体是讲什么字吗？还有一些线索。玉不是，它笔画很多。弯不是。忧郁的郁也不是。树种也不是。兽不是。它有线索它这个字跟植物有关，然后它这个字需要人力，因为它有两个人。所以是什么？种不是，快想农，对，农夫的农，对，所以它这个符号组合起来的是那个文字，所以人家说以前因为是用图形来造字，现在是用符号来告诉大家说这个字的含义。好，那字刚刚是从形体来看，这是从字的概念。
比如说笑这个字，因为它不是一个名词，也不是一个物体嘛，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概念。所以你看它的笑，它就会给变成一个图形。那它就找一个女生她在笑。那门呢，因为它是需要往外开的，所以它这个开呢，它用门的符号是往前的，所以它这是一个概念形容。好，那我问你，请问字的概念照图像，你觉得这个又像什么字啊？卵，三卵的卵，所以很多山放在一起，其实人家说那个三卵就是层层叠叠的山。那所以好，这个是比较进阶版的。左边10块，长命百岁。对，长命百岁。右边老鹰。雄鹰翔什么翔？对，雄鹰翱翔。好，左边。孙悟空。对啊，孙悟空，孙在他的脸那边，那悟空是代表他的身体。那右边那一个？孩子，小屁孩。少一个字，少一个字，其中还藏了另外一个字。坏小孩，对，那个坏，它其实把它简化，坏小孩。好。老太婆。老太婆有一个。老外，老太婆跟老外，那远远看会很像是老公公跟老婆婆。好，那再来咯，我们要再进阶版。好，请问这个你可以猜得出来这个图代表了什么样的字含义？引狼入室。一手遮天。偷鸡摸狗，女生比较惨。移花接木，对啊，都是女生在做。这个。无心汉。不是。口什么？对，推心置腹，女生强哦。这个。缘木求鱼。什么水？好，不是。滴水穿石。滴水穿石。笑。对，它的刀藏在那个中间的地方。好，那我们要再进阶一点，就是大家读完那个徐志摩的诗嘛，那这种浪漫派的，那其实诗也常有图像，我们来看一下。那其实诗它那个图像诗是主要是要用意识来表达。好，我们看这个，因为它是题目叫做小河唱歌给我听啦。那因为他说小河唱歌这么轻，小河唱歌这么轻，小河唱歌这么轻。所以你发现它的字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其实它是要把轻的概念把它融入在诗里面。好，这个好，我找了一个同学，这个还蛮有趣的。男生好了，9号，没来，刚好没来。9号是女生啊。我想问这应该好，那就10号。10号是男的了吧？好了，请10号同学来帮忙一下。这个它的题目叫有话待会再说，那等下出现什么字你就帮忙念。对，所以其实他念的就是他这首诗啊，他是在下楼梯，可是因为它代表图像，所以他把下楼梯的图像放在这个诗里面。好，风筝。那风筝其实它是因为他的诗会讲到他放手了嘛，所以他的诗要营造那个放手风筝之后会怎样，会掉到地上，所以他的诗到最后会变成。你看，他说明明听见了，就把手松开。那松开之后，你看到风筝就飘掉到地上。那你知道掉到地上之后，它就会那个变成平的，然后它就是代表掉到地上的概念。所以概念融入在诗里了。那这个是有点动画的感觉，就是看得出来好像是一个那个比较消极的人，所以他说世界不会为我们倒过来。但是我们可以倒过来看这个世界，所以他一倒过来跟你微笑的人，这是用动画再加入那个文字上来，代表说角度，从不同角度来看，其实这个诗也可以改变它的风格的。那鲨鱼就很好笑，鲨鱼要怎么写才会变成一个图？没有这样子。其实很简单，就一个字代表。对啊，鱼啊，鲨鱼本来就是一个鱼类啊，那所以它用所有的鱼集结在一起，很大的一条鱼，是很多鱼集结在一起，这个就是图像，那这就是鲨。好，所以团结力量大。好，电线杆，那因为电线杆大家知道就是从这个杆子拉一条线到那个杆子，所以它的诗就会变成说，它的字是要变成像线体的感觉。
觉，所以他说他牵着手是那个一个杆子，他牵着我的手，瘦瘦的电线杆说，哎，我也牵着你的手这样。好，除了排列之外，更进阶的就是需要大家看了。大家知道那个花岗国中那个陈立老师，他最有名就是这个战争交响曲嘛。那你可以知道战争交响曲，他用4个字来代表战争，就是一群排列的很整齐的士兵。去打仗之后，发现有人断手断脚了，然后回来的没几个，所以你看零零碎碎的乒乓出现了。那到后来就发现那些人到最后还是一堆的坟墓了。秋是代表坟墓，所以他这首诗有4段含义。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它很像图形，它其实它也用4个字来组成那个诗的含义。好，这也是他写的。消防队长梦中的埃及风景。你可以这样说，因为消防队每天都在火场出生入死，所以他看到的埃及风景也是有一堆火组成的金字塔，所以它也是有含义的。好，这个你猜它是题目应该是什么？5个符号变一首诗。趴下来，雪上的足印，你像那个走在雪地里的脚印一样。那这是一首诗哦。啊，那一杠，因为他们走出去啦，所以他到最后再就是慢慢的隐没了这样。好，这个是一个他讲说昆虫学家的桌布。那因为他很喜欢研究虫类嘛，所以他的桌布他用很多的悔部的字来组合桌布。好，这个题目应该是什么？他说营业中的小钢珠店，那它是形容一种风景。小钢珠的形象是一颗一颗嘛，所以它题目叫做星夜，星星的有星星的晚上，像小钢珠店一样。好，那除了这个刚刚讲的那个文字，它用概念来代表图形之外，你看还有文字合体的，就是沙漏这种东西，它的诗呢藏在那个沙漏的那个漏斗里面。然后钓鱼，它把那个钓竿用文字来代表。下雨天，伞呢也是用文字来代表，所以你会发现文字跟图它的结合其实还蛮简单的哦。那可是文字大部分大家知道是那个正正方方的，像硬笔字一样，大家就一笔一画慢慢写。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文字把它放掉，我们要请你设计未来的字。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大家都觉得名字，好，这是一个日本人，他把他的名字变成一个图，对，他的名字叫什么？何人？什么毛何人？中尾何人？你没看到尾巴的那个上面那个宝带？中尾何人？哦，那个是什么？尾巴的尾啊。好，那也可以把2种字合在一起，强跟弱把它合在一起，那所以变成新体字。那也有这种就是复合式的，就是文字造图，比如说睡觉，就把寝这个字代表是躺下来的样子，然后你会发现那个生鱼片上面都是尾鱼啊、海苔的字，那这些叫做复合式文字造图。那也有人把文字做成义字，这是真的做出来的义字。那他讲的是老板的板跟问这个字。好，所以我们等一下需要你们就是发挥想象力一下，就是来看一下未来的字应该是怎么样。那我有几个那个概念要告诉你，就是第一个呢，我们可以从图来想字，也可以从字来想图。那最后我有一个比较大的作业，就是希望你用你自己的名字做一个不要像现在一样的文字的一个名片，就是你自己可以用图，也可以用组合式的，也可以用概念的来代表你的名字。所以你现在比如说人家做王大明，王大明这个字就不要了，那你要讲你这个人。看到你的时候，就要想到这个图，或是想到这个组合是代表你。所以，等下这个学习单发下去之后，大家可以想一下，你要怎么样去组合你的名字。你可以用刚刚教过的概念，然后也可以用你自己创新的概念，都是不限的。好，那我先发一下。